去年年底，马克龙呢还在北京签下了1000亿大单，并放话要邀请中国参加 G7 峰会。可不到4个月，他就跑到东京和日本签了份涉华联合声明，当面保证 G7 峰会呢不会邀请中国。这变脸的速度，到底是战略自主，还是外交上的投机取巧呢？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大家点个关注，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那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真是不吐不快，这里边啊暗藏玄机，就很微妙。在4月1号，马克龙不是到了东京访问吗？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会谈，双方呢敲定了日法关键矿产合作路线图，打算呀在法国的西南部一起呢建一个重稀土的精炼厂。计划在2026年底投产，专门给电动汽车、电机包括和这个风力发电设备提供原料。这事儿的背景呢是今年的1月6号，中方对日本启动了两运物项出口管制新措施，日本稀土供应紧张高市内阁呢急着满世界找这个替代来源。不过呢，这一份大礼包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呢，全球超过 85% 的稀土精炼产能都在中国。法国自己的这个稀土产业基础几乎为零。那想从上游资源到下游加工全链条打通，可不是建一座工厂就能解决的呀。有分析估计，这个项目投产之后，也只占全球重稀土市场的约 15%， 根本撼动不了现有的格局。那安全方面，双方动作也不小，他们举行了7年来呢首次面对面的2+2外长的这个加防长的一个会谈，签了一个防务合作路线图。法方呢还首次系统性的向这个日本输出了航空发动机、运输机等等核心的军事技术。这是欧洲2战后对日关系当中还是头一遭。涉台表述上呢，联合声明也突破了法国此前的立场，首次用了这个贴近日方的一个措辞，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此前的马克龙多次公开表示欧洲不该卷入这个台海对抗，是吧？政治上他还当面承诺6月的这个埃维昂 G7 峰会不邀请中方。尽管中国的外交部早就明确表示说我们不参与这个 G7 框架，对吧？我们也不惜的参与。那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给日本一个顺水人情，换取日方在这个峰会议程上的配合。离开东京之后，马克龙呢4月3号又赶到这个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开始推销他的第3条路线，呼吁中等强国呢组建独立联盟，摆脱对中美两国的依赖。同时他还公开的批评这个华盛顿方面质疑北约的做法，说这个侵蚀了联盟的根基。但是韩方回应很克制，李在明呢只表示要共同应对这个中东经济危机对独立联盟没做任何公开的表态，更没提什么中韩关系。毕竟中国连续多年都是韩国的第1大的贸易伙伴，那韩国安全上又离不开美韩同盟，李在明呢不可能同时得罪这2个最关键的伙伴呀。问题就出在这儿这个马克龙呢在东京对华强硬，换取日本支持，到了首尔又呼吁摆脱大国依赖。你看这2种做法根本就对不上，说到底这种左右摇摆还是因为法国自身实力不够，国内有一堆麻烦事儿。根据法国舆论研究所的数据马克龙的支持率呢长期在 20% 左右徘徊就不高嘛，对吧？2025年底甚至跌到了 25% 左右的历史最低点。你看过去1年多，3位的总理接连辞职，国内政策呢推进困难，只能靠外交活动来刷这个存在感了。现在离27年大选不到2年，所谓的第3条这个道路听起来好听，但根本上行不通。欧洲的安全还得靠北约，日韩的同盟关系也离不开美国。那想在稀土供应链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没有个10年8年他根本成不了，光喊口号没用一个在大国之间来回摇摆的中等国家，很难让别人觉得靠得住。那这条路怕是还没开始就走到头了。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